第12章新闻封锁，更苦闷，荒淫无度，堵住巨大行长吃粪，藤校众口封锁新闻，苦闷万分，贪污成风，上行下效，一代名医死于冤狱，囤药发财，惨祸俱来。南京路上的新兴百货，抗战8年，我们在沦陷区中，除了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以及五洋杂货发生恐慌之外，其他的情况有一个时期，因为人口集中，可以说繁荣到了极点，有钱人的奢侈生活也疯狂到了极点。一般生意人因为囤积居奇，发财容易，所以也跟着挥霍无度，因此舞场的生意特别发达，游乐场、书场、电影院、越剧场以及话剧场常常满坑满谷。这种情况是上海有史以来所未见的。前方的战事到此时期，人们已不大关心，不过人人怀有一种心理，认为抗战必胜，因此有钱的人大多数都做着今天有酒今天醉的美梦，即使做了汉奸也不例外。荒淫无度，堵住巨大落水，做汉奸的，老实说来，哪里是为了谋求和平，或是为了救国？最初还煞有介事地出版了几种报纸，汪精卫发表了几篇文章，如举一个例等，又特地创立了一家蔚蓝书局，出版书籍7、8种，这种书多数是赠阅的，但是这家书局的门市部顾客杳无一人，不久也就成为官方的一个报销机关，再也不见有什么新书出版了。汪派的报纸有一张叫做《中华日报》，除时还有一些销路，后来在报摊上连看都看不到了。一般小汉奸们生活并不宽裕，大汉奸们就阔气了。一部分人喜欢赌，赌的进出数目都是骇人听闻。本来上海有几个出名的豪赌客，人数不多，但是汉奸们豪赌就不同了，他们用老法币或储备票来赌，还算是小儿科，夜夜总有几处地方都是用美钞来赌，后来爽性用黄金来赌，以大条黄金10两，小黄鱼黄金1两为赌注，一夜间的输赢动辄讲几百两甚至上千两。这种赌的场面当然不是在普通旅馆中，而是在专门为这般人而设的俱乐部中。这种俱乐部有些有名称，有些以门牌号码为标记，别处限制用电，独有他们夜夜灯光通明，如同白昼。我只听得人家说有这种情况，从来没有去参加过。我的岳父家住在法租界巨坡莱斯路、金安福路，在这条路中段就有一座豪华的花园洋房，门口停着不少豪华的大汽车，我就觉得有些奇怪。这座住宅胜利后成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官邸，因为这时上海的私家车已经很少，何以这里有这么多的车辆？别人就说这是大赌客潘三省的住宅。潘以做内河轮渡起家，即上海到苏州、镇江或汉口，在长江一带来往的中型客轮，在沦陷期中勾结了日本人，日本人特许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口开设一家赌场，里面的规模比旧时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还要大。这家赌场是公开营业的，凡是市民都可以进去，这里面摇头子、派扑克牌以及拨轮盘等应有尽有。职员一部分是年轻的女性，有几个后来成为交际花和电影明星。潘三省因经营赌场，积储了不少作孽钱，又在巨坡莱斯路自置住宅，成为一个不公开的俱乐部，是专门用来招待日方和大汉奸的。里面设有一座戏台，时时邀请评剧、申曲、越剧、评弹等轮流演唱于宾。潘的妻子王吉曾在这台上
和成绩先眼贩马迹。顾竹轩从北平请了李少春来上海，尚未登台，潘先要李少春演《战太平》，那是李少春北上拜于叔岩的代表作。顾竹轩起先不肯，但一听潘三省是招待周佛海的，哪里敢为傲？其实周佛海爱看的戏是小林红演的《打花鼓》。等李少春演《战太平》的时候，周佛海早已拥了小林红进入密室了。潘三省家里同时还供应若干美貌女子，只要有什么中日权贵赴宴，潘三省便像个舞场，选召著名红舞女到他家里来陪客人。这些舞女每来一次可以收入一大沓钞票，因此舞场兴起一种风气，认为得潘公馆之照是有面子的事。这笔浩大的开支完全出于潘三省的私囊，客人可以不花分文。这个不公开的俱乐部中，不但有中西厨房，并且还特设日本厨房。当时上海市面上的洋酒已极稀见，但是在潘三省家中，各国的名酒一应具备，任由贵客取饮。那时上海最风行的话剧也到潘家的舞台上去演堂会，话剧速称前进，但慑于潘三省的声势，不敢不演。日本人最高兴到这种地方，3杯酒落肚就动手动脚，丑态毕露，原来狰狞的面目也一变而为小丑模样，而且必定会拍掌唱歌，每个人都吃到七颠八倒。这时早把所谓皇军的尊严抛入九霄云外，这般的宴会时时通宵达旦，不以为奇。潘三省为了讨好日本人，还提供具备各式装置的小房间，有些是设有鸦片烟榻，有些是榻榻米，有些特备席梦思床。这些房间做什么用途呢？明眼人也不必细说了。大汉奸们也在招待之列，所以由南京来的什么部长、什么院长，只要一到上海，潘三省就专车迎驾，接到他的私家俱乐部去。如周佛海玩弄女性，向来是老手，但是他怕老婆，从来不敢纳妾。但在潘三省的撮合之下，他居然将小林红藏之金屋。后来他家庭间为此闹得天翻地覆，成为敌伪时期一件十分轰动的桃色新闻。